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由田中亮和金井联合执导的日剧《行骗天下》JP。 这是日本最出名的诈骗团伙，他们选定的目标通常都会陷入钱财丢失的境地，而人还莫名其妙的在场。不过这帮人专挑那些恶行累累、对社会弱势群体不轨的大亨下手。骗子团队里有颜值与智慧并存的达子，新加入的富家少爷，以及老道且骗术高超的理查德。在第一集《行骗天下》JP 教父片中，小少爷设法接近了富婆九美子社长。九美子携带1亿日元现金来到地下赌场，赌场的掌门人达子热情迎接，示意手下让九美子坐下。理查德作为掷骰子的人，向九美子传递暗号，让他每次都赢得满载而归。达子建议九美子到此为止，收手为好，但这反而激发了九美子的胜利欲望。他把所有筹码全押上了，并且掏出自己带的1亿日元现金，这让达子有些下不了台。愤怒的达子亲自上阵掷骰子，但理查德依然在暗中向九美子透露骰子点数。九美子最终赢了，赚取了含本金在内的2亿日元。达子输不起，立刻上前夺回自己赔出的那1亿日元。突如其来，警察闯入现场，对地下赌场进行了查封。达子怒不可遏，挥刀向警长砍去，结果被警长一枪击中胸口，生命垂危。九美子目睹了这一幕杀人事件，立即尖叫起来，转身就跑，拼命逃离这个地方。等九美子逃走后，达子拿出藏在身上的血袋，周围的人被他的表演折服。原来警察和其他人都是汽车销售店的老板和员工伪装的，连达子输掉的那1亿日元现金也是老板垫付的。小少爷和理查德将那2亿日元现金放进了汽车的后备箱。汽车店的老板、员工以及达子等人庆祝完毕，开车回家。回到家后，他们把现金箱放下，正当他们准备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时，箱子猛地一翻，玩偶洒了一地，2亿日元也就这么玩失踪了。原来是达子早就把钱给调包了。小少爷和理查德回到他们的窝点，开始尽情享受那些不义之财和山珍海味。因此记住，千万别惹达子，否则他会让你倾家荡产。不想再继续这种生活的小少爷决定洗手不干，他带着钱一溜烟的就走了，还告诫理查德要远离达子，不然迟早会遭殃。时间快进到5个月后，小少爷急匆匆冲进医院，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被打至无法自理的理查德。达子泪流满面地告诉小少爷，下手的正是赤心荣介会长。赤心会长表面搞慈善，和蔼可亲，其实背地里是黑帮老大，专门欺压市场，收保护费，还放高利贷，带领着上百名手下，绝对是条硬汉。他平时非常小心，连税务局都没能查出他那庞大的资产藏匿之处。达子猜测赤心会长肯定是把资产用现金的方式转移到了国外，要想调出赤心会长，拿到他的钱，就必须假装帮他走私现金。于是他们让理查德化身为船长，常在国际海域驾船往返，并且接近赤心会长，两人的关系越发密切。终于机会来了，赤心会长请求理查德帮忙走私现金，理查德答应了。一切似乎都在计划之中。达子和其他演员假扮成税务局的探员，准备在船只靠岸时把他扣押，然后顺手牵羊那笔钱。可是到了约定时间，海面上却见不到船影。事实是，警惕性极高的赤心会长察觉到理查德的不轨，早就把他叫走，给了一顿毒打。小少爷听后泪如雨下，发誓一定要为理查德报仇，夺取赤心会长的所有财产。3个月之后，扮作空姐的达子代理小少爷携带手提箱，身影现于马尼拉机场。小少爷故意撞上赤心手下，拉起了众人的注意。达子见状，立刻把装着现金的手提箱弄落在地，而这全套行动都落在了赤心会长的冷眼旁观中。那晚，赤心会长找到了达子，边喝酒边套话。他了解到小少爷是某航空公司老板的儿子，一向嚣张跋扈，常带着大笔现金四处挥霍。随后他找到了小少爷，威胁说要么自己报警，以走私大额资金的罪名将他们送入监狱，要么就得帮他办事，协助他走私一笔资金。给了小两口一段时间思考，让他们决定好后联系他。达子这边兴奋的手舞足蹈，因为赤心会长正中下怀。与此同时，赤心会长派人到航空公司老总家中调查小少爷的底细。果不其然，看到小少爷正牵着狗与老总夫妇交流，手下确认完情况后驾车离去。原来小少爷不过是老总请来遛狗的打工仔。达子和小少爷找到赤心会长，同意了他的条件。赤心会长给了他们一个提包，叮嘱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们不需要知道，也不要透露自己的姓名，否则会让他们消失无踪。
达子提议说，走私这么多现金不能通过大型机场，可以考虑使用盘城这个小机场。赤星会长听闻此言，上网一查，正如达子所述，盘城机场确实存在，于是把任务全权交给了他们，自己只需确认货物安全到达菲律宾马尼拉即可。达子在机场安检处将装有现金信封的包轻放，经过贿赂，安检员果然放行了这个包，飞机依着海平面低飞，最后抵达马尼拉机场。小少爷一落地，立刻就被海关警察逮捕了，因为他所走私的竟是毒品，数量之大，足以让他在马尼拉坐牢多年。就这样，小少爷被关进了严酷的监狱，在里面受尽折磨，日如年。直到有一天，有人动用了关系，他终于被保释了出来。赤星会长亲自将他救出，小少爷泪流满面，紧紧抱住赤星会长，满心的感激。赤星会长也没失望，小少爷始终守口如瓶，没泄露货物是他的。接着，赤星会长安排达子和小少爷偷运20个手提箱到马尼拉，每个箱子内藏1亿日元，总共高达20亿日元。赤星会长和他的手下也准备一起行动，这出乎了达子的预料。但为了给理查德报仇，达子决定冒险一试。赤星会长率领手下携带20个手提箱到达盘城机场，达子和小少爷正准备登机，却突然被一群便衣警探拦下。他们是国税局的人，专门来查赤星会长的非法收入，要求查看手提箱内容，结果让人哭笑不得。箱子里全是些普通日用品，并没有钱。就在这时，警察赶到现场，站到税务局人员后面，要求那些便衣出示证件。冒充税务局的人群立刻散开，纷纷逃离现场。这时，赤星会长的另一波手下提着装有现金的真箱子来了，把假箱子全部换掉，在达子和小少爷的引领下走向飞机，将装有现金的箱子一个个存放到行李舱。飞机起飞之后，赤星会长冷冷地注视着达子和小少爷，暗示他们今日的事迟早要算账。飞行中，飞机意外遭遇鸟群撞击，机身剧烈晃动，乘客座位上的氧气面罩落下，机长广播紧急降落的消息。为了减轻飞机重量，需要把行李箱抛出机外。达子立刻打开行李舱门，开始搬运赤星会长的钱箱。在一片混乱中，小少爷死死地压制住赤星会长，阻止他阻挠行动。达子和突然出现的空少理查德把箱子一个个扔出机外，赤星会长这才看到理查德出现，瞬间明白了达子和小少爷其实是他的同伴，意识到自己上当了。20亿日元竟然被扔进了沙漠里，他急忙抓过一个降落伞，迅速系在自己身上，决定为了钱财跳下飞机，成功降落在沙漠之中，找回了那些箱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白纸。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彻底被骗，原来整个机场网址都是假的，都是达子请来的人临时制作的。所有的税务局便衣和警察都是雇来的演员，甚至连机场都是假冒的，只是临时搭建的场景。达子和伙伴们其实早就把真正装钱的箱子拿走了，打开箱子，将钱分给了那些群演作为报酬，甚至还给了赤星会长的手下一份，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开始生活。在行骗天下 JP 度假区中心篇中，达子带着一位俄罗斯餐饮投资者来到一个地下室，这里是一间传承了几十年的老寿司店，店里2位掌厨其实是假扮师徒的理查德和小少爷。理查德制作的寿司让人称赞不已，俄罗斯投资者对这寿司爱不释手。然而这些寿司全部是从别的餐馆订来的外卖，小少爷在后厨重新摆盘，再端到前面供客人品尝。投资者当场决定投资，拿出2亿日元资金，想让理查德去莫斯科开分店。理查德故作矜持，表示自己不可能放下手头的店铺。小少爷及时出面圆场，表示愿意继承师傅的技艺，鼓励师傅到国外发展，把寿司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为日本料理增光添彩。在徒弟的热情请求下，师傅最终含泪答应了投资者的提议。就在达子、小少爷和理查德得到2亿日元的同时，这栋楼的管理员带着保安突然出现。原来这座废弃大楼明天就要被拆除，他们的骗局立刻暴露无遗。达子迅速逃离现场，理查德也跟着他急忙撤离。小少爷逃脱了，留下2个俄罗斯打手在后面追赶。回到住所，小少爷对达子和理查德的行为感到很不满，感觉被他们抛弃了。愤怒之下决心要离开，再也不和这个诈骗团伙有任何瓜葛。他孤独地在街头游荡，看到一张招工的海报，按照地址找到了名叫林屋的旅馆，开始在那里打工，还遇见了美丽的女老板娘。但是旅馆经营不佳，林屋旅馆面临被樱田社长的连锁度假酒店收购的命运。樱田社长出价极低，几乎是白送，坚决不愿意多付1分钱，
还打算解雇所有的老员工。小少爷看着受欺负的女老板娘，决心要好好给樱田社长一个教训。于是他回去找到达子和理查德，请求他们帮忙对付樱田社长。达子开始秘密调查樱田社长的背景，了解他的喜好和弱点，潜入他的公司，观察他的工作模式，发现樱田社长曾贿赂国土局部长，想要获取国家级度假区的开发权，但是大臣却因为绯闻被迫辞职。樱田社长的投资付之东流，新上任的部长政治不阿，樱田社长无法跟他沟通，即使动用私家侦探，也没能找到新部长的弱点。达子对此做了详细的准备，去樱田社长的公司应聘做助理，借助他的胆识，顺利得到了职位。有一天，樱田社长在网上搜集新部长的消息，看到有人提到新部长和真鹤建业集团关系密切，他派遣雇来的侦探武士兰去查证这个消息，结果发现这个传言是真的，而且真鹤建业集团的大老板竟然是达子的父亲。樱田社长试图通过了解达子来接近新部长，发现新部长身边有个可以利用的人，那就是国土部长的秘书长。理查德扮演的角色是哲五郎。在樱田社长的软磨硬泡下，哲五郎终于透露了国家级度假区将设在真鹤地区海域的消息。樱田社长精明地在网上搜索，很快确定了可能的地点，那是沿海的一个孤岛。他立即带着达子赶往那里。我们乘坐快艇抵达了这座小岛，来到了岛上唯一的居民，小岛主人的家，这里同时也是岛上的唯一一家民宿。遇见了伪装成小松武雄先生的小少爷，樱田社长提出了20亿日元，想要购买这个小岛，但是小少爷故作难色，迟迟不肯答应。饭后，我们一起洗了碗。樱田社长岛上的狸猫是否多？这实际上是旅店业者之间的一种秘密交流方式，而伪装成民宿老板的小少爷并没有明白。尽管如此，小少爷还是了解到了樱田社长的过去，他也是从一间小民宿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位的，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正当小少爷准备执行诈骗计划时，内心开始有了波动。达子趁机将一张明信片扔到了桌上，樱田社长恰好瞥见了那张明信片。原来小少爷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已经有其他开发商来过这里。第二天，樱田社长毫不犹豫地拿出了5亿日元，坚决要求立刻买下整个小岛。小少爷在犹豫中改变了主意，开始询问樱田社长是否真的不怕买下这里会亏损。这些话似乎在劝说樱田社长放弃购买小岛。达子对小少爷的突然转变措手不及。就在这时，樱田社长雇佣的侦探把真正的小松武雄找了回来。因为樱田社长注意到小少爷对民宿暗语的不解，便开始暗中进行调查，最终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小少爷果然只是个冒牌货，真正的小松武雄完全是另一个人。最终，樱田社长和真正的小松武雄签订了合同，用1亿日元成功购得了小岛，而小少爷则被绑起来埋在了沙滩里，由那个侦探一枪了结了他的生命。就在同一天，国家自然资源部宣布国家级度假开发区的选定地在冲绳，而非真鹤。樱田社长听后目瞪口呆，他不停地重复着不可能，然后匆匆赶回民宿，发现真正的小松武雄就在那里。意识到自己被达子和小少爷骗走了50亿日元，他当场瘫倒，抱头痛哭失声。在达子的家里，小少爷见到了那位侦探，原来他和达子是同伙，他的名字叫武士兰，武士兰正是达子的合伙人。这是我们在樱田社长身边设置的最后一层安全网，目的是以防小少爷在行动中突然心生怜悯而改变主意。没想到这个保险真的派上了用场，小少爷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这一切都是达子精心策划的局。他通过发布各种招聘信息，一步步地给出暗示，最终将小少爷带到了灵屋。那里的美女老板和他的旅馆都是真实存在的。理查德最后给了小少爷1亿5千万日元，告诉他就算帮助了陷入经营困境的美女老板也无妨。拿到钱的小少爷怒气冲冲地说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说完，他转身离去，把钱留了下来，然后默默地走了。第3集，行骗天下 JP 美术商篇开启。那天，小少爷在咖啡馆享用咖啡时，突然注意到墙上挂着的油画，这些画作原来是服务员须藤雪的创作。他给了小少爷一张画展的入场券，热情邀请他一定要去观看他的作品。在展览的那天，小少爷准时到达，却发现展览馆门口贴着通知，画展临时宣布取消。富有同情心的小少爷立刻去找须藤雪，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原来，美丽又年轻的须藤雪在一场油画培训中吸引了著名艺术品鉴赏家程之奇的注意。程之奇凭借自己的名气，很快赢得了须藤雪的心。
但仅仅交往了1个月，他就对须藤雪失去了兴趣，斥责他的画作一文不值，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联系须藤雪。心灰意冷的须藤雪一度尝试自杀，幸好最终被救回。小少爷找到了达子和理查德，请求他们帮助对付程之奇。3人很快达成了共识，开始着手调查程之奇的真面目，发现他其实毫无才华，还自视甚高，经常把顾客的真迹当作赝品，以低价收购后，偷偷以高价卖给黑市，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赚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他的洗钱和逃税手段，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东风。达子出现在程之奇主持的拍卖会上，他一次又一次的竞拍成功，引起了程之奇的关注。达子扮成了一位中国的土豪买家，来到日本疯狂买进艺术品，对当天的拍卖成果非常满意，还告诉程之奇，如果有更多类似的艺术品，随时欢迎联系他。程之奇看到貌似有钱但又笨拙的达子，热心的邀请他共进晚餐，饭桌上不断恭维达子，达子也答应会购买他的拍卖藏品。程之奇就这样中了圈套。为了弄到价值连城的画作，达子联系了熟人阿半，他是个顶尖的艺术品复制高手。阿半当着他们3个人的面展示了他的技艺，开始复制毕加索的名作。大家看到完成的复制品后，纷纷称赞不已。小少爷冒充一个故去收藏家的儿子，拿着这幅复制品去找程之奇。达子假装路过偶然看到，对这幅画一见钟情，开出5亿日元想要购买。程之奇却严肃地说，这幅画是犯罪的证据。结果阿半被警方逮捕了，因为每个复制者都有自己的特征，而阿半之前卖出的复制品已经让他被警方列为通缉对象。这次的假画出现并带有阿半的独特风格，程之奇就报了警。这样一来，阿半就被捕了。这件事让程之奇更加出名。达子这边遭受了打击，他想到了一个点子，创造一个不存在的画家。有一天，小少爷拿着山本岩的画找程之奇鉴定，说山本岩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一生都默默无光，年轻就英年早逝了，现存作品数目不清。程之奇把这位无名小卒的画作拿到拍卖会上去卖，而达子居然开价1000万日元购买，这让程之奇大吃一惊。拍卖会后，达子感激不尽地感谢程之奇，竟然能买到这么好的名作，还表示想买下他所有的此类画作。程之奇此刻已经陷入了设置的圈套中，他顺着线索找到了山本岩已故的家，遇到了他的弟弟理查德，了解了山本岩的人生故事以及他艺术生涯的发展。理查德带着程之奇去了个仓库，展示了山本岩留下的全部画作，这些作品都是达子他们大量制作的。程之奇一看，愿意花1000万日元全买下，这让理查德惊讶不已。达子跟着小少爷的线索也来到此地，看到那些成堆的画作，立刻告诉理查德，他愿出3亿日元全买下。程之奇一听急了，出价3亿5千万日元买所有画作。最后程之奇把画买走了，满心欢喜，以为自己要发财了。他回到拍卖场，兴奋地展示山本岩的自画像，满腔热情地向人介绍，却发现在最后一排坐着一个和山本岩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那人其实是卖鸡蛋的，而且拍卖会的请柬也是达子给的。这时候程之奇才明白过来，自己被达子一伙人骗了。这是《行骗天下》JP 电影厂的第4集。那天，鳗鱼食品厂的厂长宫下哭着去找标屋社长，因为社长用进口鳗鱼假冒国产卖，厂长良心不安，劝社长别再继续欺骗。社长却威胁宫下说，泄露出去就让他出门被车撞，还提醒宫下有妻儿，还有房贷车贷，不要做蠢事。最后社长把宫下降职了，从厂长变成宿舍管理员。心情郁闷的宫下醉酒在街上乱撞，结果被小流氓打了一顿，扔在路边。偶然被路过的达子发现，他好心询问宫下发生了什么，宫下却抓狂逃跑了，地上留下了一封未寄的信。达子刚捡起来，宫下就抢回去了，把信撕碎扔进垃圾桶，然后又逃走了。达子捡回家的撕碎信件，发现是一封揭发信，证据确凿无疑，揭发标屋社长用进口的鳗鱼冒充本地货，这种恶劣行径，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必须受到制裁，自然成为了达子他们行动的目标。查出了标屋社长是个影迷，他们策划了一个关于电影投资的诡计。理查德装成送报工，给社长送去了一本电影爱好者常光顾的咖啡馆杂志。爱电影的标屋社长果然被这个神秘又低调的咖啡馆吸引，按照杂志上的地址一路寻找过去，来到了这个充满温馨和历史的地方。装作老板娘的达子向社长介绍这家特别的咖啡馆以及它与电影的深厚关联。
理查德扮成制片人，小少爷扮导演，进入咖啡馆讨论新电影的计划。临走故意把剧本遗留在地板上，电影爱好者的社长立刻捡起剧本。理查德和小少爷回来找剧本时，社长从口袋里拿出捡到的剧本，两人立刻对社长表示感激。得知他是个社长后，热情邀请他投资新电影，展示了投资者名单，显示已经筹到了1资金，还差3亿。作为电影爱好者的社长表示要拍出真正好的电影，但他拒绝了投资，说自己不配。就算喝多了酒，达子他们尽力说服，说得口干舌燥，也无济于事。达子他们回家了，发现侦探武士兰也在那里。武士兰提醒大家，吊巫这样的电影爱好者虽有钱却不涉电影，是因为他太爱电影，不愿意玷污它。这激发了达子的决心，他誓言一定要把社长拉下水。理查德带着社长去电影的真实拍摄地探班，故意让他看到小少爷和武士兰在指导拍摄，使社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吃午饭的时候，理查德和小少爷在讨论女主角突然退出，还有投资商撤回资金的问题，两人争执激烈，差点动手。这时吊巫社长站起来阻止了他们，询问还缺多少投资。小少爷回答缺3亿。武士兰试探性地问社长能不能出这笔钱，但吊巫社长还是没有动心。大家再次失落，像泄了气的皮球，感到无计可施。这时达子调查到吊巫社长有过2次婚姻，猜想女人可能是他的弱点，因此决定使用美人计。不久，一本印有达子照片的杂志被放到了吊巫社长的面前。吊巫社长兴冲冲来到咖啡馆求证真相。当他听说影星达子同意出演女主角，而且他的飞机下午就会到达，投资人还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吊巫社长一听清楚了，忍不住脸上露出了笑容，心里掀起了波澜。吊巫社长下午准时出现在机场，果不其然，他看到了刚下飞机的达子，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美人计真的奏效了，吊巫社长主动提出要投资3亿，但前提是剧本得让他满意。理查德和小少爷当然马上同意了，剧本一旦定稿，吊巫社长还要求加入自己设计的分镜头。大家都被他弄得精疲力尽，甚至开始怀念他之前不愿投资的日子。吊巫社长甚至拉上了工厂员工参与影片的拍摄，在片场里横行霸道，自作主张当起导演和编剧，随意的指挥开始和结束，甚至亲自加入拍摄，扮演了电影中的角色。但为了钱，大家都忍了。最终3亿日元被打入剧组的账户，达子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在杀青那天，吊巫社长找到小少爷的房间，见到了达子。他说自己需要有人陪着独处一会儿。达子继续演戏，说自己去换衣服，而吊巫社长却说他要找的人不是他，而是小少爷。吊巫社长其实一开始就对小少爷情有独钟，投资这部戏也全是为了小少爷。达子一看形势不妙，急忙把小少爷推进屋子，自己则飞快逃了出来，还抓紧门把手不放，确保小少爷无法逃脱，好好享受这一刻。到了首映式这一天，鳗鱼厂的员工们都赶来观看。社长问道是否安排了电影院上映，但达子告诉他，电影不会在电影院上映，只会在网上进行放映。就在这时，电影开始放映了，结果播放的竟然是厂长留下的举报视频。吊巫社长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被愚弄了。他转过头，发现达子他们早已悄无声息地逃走了。第5集行骗天下 JP 手术篇就此展开。这一天，达子和小少爷坐在理查德的病床旁，原来理查德患上了阑尾炎，负责给他手术的正是田园医生。手术后，理查德的心情变得很好，像是获得了重生一样。但小少爷却告诉大家，昨天在路上遇到了田园医生，他看起来很是可怜，说自己因为医疗事故被医院开除了。田园医生本是个手术技术高超的医生，每次都亲自动手进行高难度手术，但所有的功劳都被心流医生抢去了。心流是院长南希的儿子，渐渐的，医院把心流包装成了网红医生，赢得了无数的名声和赞誉。田园医生找到院长南希，想要争取加薪，却遭到了南希的无情拒绝。不仅如此，还被解雇了，并且还散布他医疗事故频出的谣言。被开除的田园医生找不到任何愿意收留他的医院，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众人决定联手，要给南希院长和他的儿子心流医生一个教训。首先，小少爷伪装成一位留学归来的精英医生，骗得南希信任，顺利成为心流医生的助理，深入敌人内部。南希院长告诉小少爷，从明天开始就要安排他手术。担心露馅的小少爷急忙和达子商量对策。达子神色自如地举起锤子，猛然砸了下去。第二天，
南希看到小少爷头缠绷带，只得将手术日期推后。小少爷趁机告诉南希他的身体异样，可能患病，说他需要做个全面体检。南希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检查报告显示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疾病。这时候武士兰出主意说，即便没病，也能编出病来，只需针对他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小少爷回医院告诉南希，说他患有心脏动脉瘤，病情危急，需要立即手术。由于以前都是田园医生操作的手术，冒牌的心瘤医生不愿给母亲动手术，南希便找到小少爷，请求他联系国外的恩师给自己手术。小少爷别无选择，只得答应。他与达子商量后，将达子的简历交给南希，告诉他恩师没空，但推荐了一位声名显赫的女医生，即将由达子执行手术。达子成功蒙混过关，带着行李箱现身医院，一开口就要300万美元，并且要求立即支付。南希拿到银行卡，表示手术前不会支付任何费用。无奈的达子只能疯狂地啃手术书籍。终于迎来了手术日，达子带着一群助手，包括武士兰，还有外国护士，看起来阵容强大，专业度十足，让小少爷提前准备好录像，接到监控器主机，手术正式开始。但录像机突然故障，小少爷匆忙跑向手术室，跟达子说录像出问题了，现在是直播。监控室的心瘤医生差点看出端倪，达子不得不亲自动手术。就在这时，武士兰因晕血倒下了，达子主刀时突然吃了一惊，不慎割破了动脉，手术室内顿时乱成一团，大家急忙想办法补救，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幸好达子事先叫来了田园医生，田园及时在监控室看到了心瘤和南希的危急状况，小少爷赶忙命令他们进手术室救南希。田园换上手术服后，见到南希却开始提出各种条件，他讥讽心瘤简直就是个废物，说南希活该遭此命运，声称他就是想看南希死。心瘤医生跪地哀求田园救他母亲，但田园愤怒地踹倒椅子，要求心瘤交出医院的控制权作为交换，不然就不进行手术。原来田园心胸狭窄，利用手术威胁病人的生命，他完全没有医者的道德和风范。南希以前一直压制着他的跋扈，最终无奈之下才将他开除，不能让这种人掌控病患的生死。愤怒的小少爷给了田园一拳，但田园不知羞耻地看着众人，幸灾乐祸地溜出手术室。达子和小少爷这时对心瘤说，能救南希的只有他自己。关键时刻，心瘤却因胆怯下不了手，丢下手术刀逃走了。小少爷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达子命令助手把所有辅助设备撤走，原来用于手术的心脏是假的，南希的胸部根本就没被开刀。南希醒来后对达子说，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达子和小少爷都是骗子。达子和小少爷急忙陪笑，因为他梦的其实是真的。南希最后也接受了事实，不再强求心瘤成为医生。当他撕开缠在伤口上的纱布，才发现根本没有任何伤口，这才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场骗局。经历了这场虚惊后的他，决定不再追究。行骗天下 JP 第6集古代遗迹篇。故事回到2年前，小少爷骑着自行车沿山路而行，感到肚子饿了，于是停在了一家偏僻山区的拉面店。那碗充满故乡味的拉面让小少爷感动得泪流满面。店主夫妇开心地分享给小少爷村子即将开发成商业区的消息，届时村民们的生活将会兴旺发达，并嘱咐小少爷有空再来看看。小少爷依约而至，却惊讶地发现这里变成了废弃的垃圾场。拉面店主夫妇向小少爷诉说村民被欺骗的遭遇，答应的商业区变成了废物堆积地。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名叫班景满的商人，他以建设商业区为名欺骗了村民，然后把土地变更为商业垃圾处理厂，与垃圾处理厂合作，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达子听闻此事，却表示不愿介入，因为在这件事情中他看不到有利可图。无奈之下，小少爷向理查德求助，理查德给出了建议，如果工地挖出了珍贵的古董，工程肯定会被迫停工。于是他借出了自己收藏的绳纹陶器，交给小少爷去实施计划。小少爷装成临时工潜入工地，故意让别人挖掘到那陶器，没想到班景满一把接过陶器便摔在地上，还踢了2脚。理查德看着自己珍爱的收藏化为碎片，心痛不已。他摘下眼镜，怒气冲冲地誓言要让班景满受到应有的制裁。武士兰进行了调查，发现班景满的父亲万吉是位业余考古爱好者，但未能发掘出任何名留青史的遗迹，最终悲愤而终。因此班景满不仅了解考古学，甚至可能对考古充满了恨意。理查德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不是恨，
而是班景满害怕考古学，因为他害怕像他父亲一样无法成为一名杰出的考古学家，所以一直在逃避和否认考古学。于是达子带着小少爷和理查德开始亲手制作陶器。他计划让工地变成一个考古遗址，迫使班景满直面自己的内心，相信自己有能力成为一名优秀的考古学家。第二天，挖掘现场越来越多陶器现身，班景满却说这些全是假货。他举起锤子想将它们粉碎，却被小少爷及时阻止。小少爷建议找东部大学的牛九教授来鉴定。班景满走进门，见到假扮的牛九教授理查德。理查德故作惊讶地称赞这些陶器不简单，声称必须亲赴现场进行考察。理查德在挖掘现场，不停地夸奖新发现的陶器。班景满悄悄找到理查德，塞给他一笔钱，希望他说这些都是假的陶器。然后理查德就离开了。班景满识破了理查德的伪装，因为所有陶器同一土层出土，不分年代，这与常识不符，显然是假的。一些陶器看起来就像新做的一样，达子却还不想放弃，他继续制作更多的特殊陶器，甚至招募了一群考古爱好者。他们来到现场加油助威。接着达子上演了精彩的一幕，他假装成长华一族的后裔，手持族谱出现在班景满面前，向班景满宣称自己是这座山的主人。他父亲虽是狂热考古爱好者，但是一辈子没有发现任何流芳万世的古迹。既然在班景满的工地发现了遗迹，他认为自家山中可能藏有更多古迹。理查德感慨地说，呼吁班景满成为一名杰出的考古学家，让他的名字载入教科书。这终于触动了班景满的心，唤醒了他对考古的热情。夜幕中，班景满忘我地挖掘陶器。达子他们对计划的成功感到高兴，但小少爷心中却有所顾虑，他不想继续欺骗班景满，于是找来了真正的牛九教授，揭穿了理查德的滑稽行为。随即，工地上机器轰鸣，施工现场恢复了往日的忙碌。晚上，达子给班景满送去了一个快递，里面是班景满故去的父亲遗留下的东西，万吉写的那本书。班景满尽心投入地阅读父亲的著作，追寻他的人生足迹，感悟他的心路历程。突然间理解了父亲的热情所在，他对考古学的深深痴爱。第二天，他上山找到达子，决定出资3亿日元购买这座山，为了继承父亲未了的考古梦想，直面自己的真实感受。而达子以1亿日元的价格买下了山头，轻易赚了2亿日元，家中再度充满了欢声笑语。行骗天下 JP 家人篇第7集。这一天，在酒吧里，惯偷李花装作醉酒撞到理查德，这只是他的幌子。他悄悄地偷走了他的钱包。当他以为计划成功时，却发现自己的钱包也不翼而飞。他匆忙返回酒吧，没想到自己的钱包反被理查德偷去。李花热情地邀请理查德携手合作，但理查德对他的手法不屑一顾而拒绝了。这场来来去去让两人认识了，最终李花还是栽了跟头，被警察逮捕了。李花没有其他朋友，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托付给了理查德。理查德整理他的物品时，意外发现了一封信，信件透露，离家出走的李花有个生病的父亲，父亲打算留给他10亿日元的遗产。父亲病重，他还有哥哥姐姐的存在，显然是一场典型的遗产纷争。但李花对这个家庭没有任何感情，1毛钱都不想从父亲那里拿。而对金钱情有独钟的达子，决定假扮成李花去争夺那10亿日元的遗产，并且来到监狱，从李花那里了解他家族的内情。达子准备就绪，冒充李花回到了那个家，见到了李花的父亲以及他的哥哥姐姐和家中仆人。达子凭借从李花那获得的信息，对父亲的问题逐一作答，顺利挑选了正确的房间，走了进去。最终父亲开口说出了欢迎回家。李花哥哥和姐姐打算驱逐争夺遗产的达子，趁机拔了达子的一根头发，交给了他们找来的检测专家。5天后拿到了 DNA 检测报告，报告显示亲子关系的可能性为成，但检测结果证实达子与父亲在生物学上确实具有父女关系，这才让哥哥姐姐信服这真是李花回来与他们争夺遗产。达子在与父亲的谈话中提到了自己曾有一个男朋友，但关系最终破裂，并未结婚。父亲愤怒地要求将那男子带来，表示要好好教训他一番。这个角色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少爷身上，因为理查德年纪太大，而之前是武士兰检测人员提供了假的 DNA 报告。少爷扮成龟衣出现在李花父亲面前，请求将达子嫁给他，但是上来就被埋花爸爸一个巴掌打趴下了。原来李花的父亲曾是黑帮一员，这是他的常态行为。之后给了少爷一叠酒，表示了对他的接受。
宴会上，李花的父亲宣布今天将处理家族大事，并让李花与圭一来负责。尽管达子和少爷并不清楚具体内容，但也只得即兴应对。回到房间，达子和少爷绞尽脑汁，想弄明白家族大事究竟是什么。理查德将宴会的录像发给李花询问，但他同样一无所知。不过他发现视频中的哥哥姐姐他并不认识，原来所谓的哥哥姐姐也是冒充的，他们在江湖上被称为金泰和银子的二人组。这对冒充兄妹也不知道所谓的家族大事，而且他们发现圭一的身份造假，为他们做 DNA 测试的人也不知所踪。双方都意识到对方是冒牌货，接下来就是一场冒牌者之间的较量，看谁能最终胜出。哥哥姐姐拿出了孙子来讨父亲的欢心，达子和少爷则举行了假婚礼。为了取悦李花的父亲，婚礼上双方争执不休，把对方揭穿了，原来都是冒充的。结果争执激烈起了手，被愤怒的李花父亲阻止了。父亲生气地说，家人就该表现得像家人，不然就给我滚出去，想分遗产就别想了。说完就气得倒地，一声断言。李花父亲时日无多，接下来的时光大家相处的还算不错，不管是达子还是小少爷，金泰和银子都很照顾李花的父亲。在一次家庭聚会上，父亲透露家族大事就是放烟花，全家人欢聚一堂观赏烟花，其乐融融。达子和小少爷叫金泰和银子到酒馆，因为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哥哥姐姐，但他们告诉大家父亲的10亿日元遗产是假的，只是为了让儿女回来孝顺。保险柜里其实1分钱也没有，还告诉了大家密码，让他们亲自去看。大家急忙回家，打开了保险柜，里面全是父亲与众多女性的照片。因为作为黑帮的父亲，一生只钟情于2样东西，武士刀和女人。金泰和银子失望地离开了，接着是达子和小少爷。小少爷突然心生同情，决定照顾父亲直到最后，回房准备好好照顾他。在父亲临终时，看到身边只有忠心的圭一，父亲把保险柜密码告诉了他。李花父亲安葬后，小少爷去了达子家，把密码交给了他。达子带着小少爷回到李花家，再次打开了保险柜，让小少爷大吃一惊，照片不见了，里面是2张价值10亿日元的证券。原来所谓的哥哥姐姐是达子请人扮演的，连保险柜的搬运工也是假冒的武士兰，悄悄替换了包裹，还猜到小少爷会留下来单独照顾李花爸爸。这时小少爷开口了，说这钱是给自己的，决定由自己来分配，取出一部分给了李花，召集了金泰和银子还有李花爸爸的仆人，把钱分给了他们。小少爷担心仆人将来的生活，仆人却说自己得到的遗产更多，因为他是李花爸爸最后的爱人。第8集行骗天下 JP 美丽与权威片。这一天理查德心情沉重，因为他经常去的按摩店老板娘惠美遇到麻烦了，他开始放纵自己，自甘堕落。原来几个月前他被米卡美容公司录用，而米卡的老板是个极其苛刻的女人，她上班第1天就被指责太胖，被训斥了好几次，但怎么都瘦不下来，越看越觉得难看，就像一头愚蠢的猪，而且是每天，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哪里都被羞辱。最终惠美受不了辞职了，但在辞职前录下了老板对她的侮辱。理查德拿起惠美的录音设备，向她保证会帮她报仇。热心的达子和讲义气的小少爷立刻答应帮理查德出气。经过调查发现，米卡的老板脾气暴躁，经常骂员工到抑郁，并且极其注重自己的品味。恰逢他们公司产品积压，这成了突破口，被达子他们利用，布下圈套诱他上钩。这一天，小少爷来到米卡公司，找到社长讨论一款男装新产品，一切准备就绪，就差米卡的投资。但米卡的老板却拒绝了，说美是女人的专属，他对男性之美无兴趣，别无选择。达子不得不亲自上阵，用她的美貌去打动米卡会长。但看到米卡会长在上班路上帮一个小女孩整理衣裳，他决定换个计划，因为真正的美来自内心，而不只是外表。要赢得米卡会长的心，必须从内心做起。第2天，素颜的达子假装偶遇，参加米卡公司组织的化妆志愿活动。在米卡社长当场化妆后，他展示并推销了自家产品。在后台，达子用自己调制的化妆水拍在了脸上，然后故意将瓶子留在了化妆台。不久后被米卡社长发现，好奇的米卡社长倒了些在手上，双手揉搓后闻了闻，觉得这香味很特别，随即急忙带着秘书开车前往达子的偏远山村。武士兰向米卡会长讲述了村庄的传说，传说村里有口井，井水自从有位美女投井后便有魔力，村民们纷纷用那口井水洗脸，变得越来越美丽。
恰巧理查德扮成村长路过，与米卡社长交流中认出了达子，声称知道他的住处。碰巧看到刚从山上下来的达子，在他家看到了很多酿制化妆水的大缸。达子给米卡社长尝了点化妆水，社长用后非常喜欢。米卡社长当即想买下所有化妆水，但达子却拒绝，因为村里有规定，化妆水不得带出村外。理查德试图说服达子，提到她的丈夫一直在东京没回来，她不是一直想赚钱去找他吗？卖掉这些化妆水就能有钱去东京找丈夫了。达子陷入两难，悲伤地跑开了。理查德继续为米卡会长出主意，只要能够购得整个村落，那些东西自然就是他的了。但这需要一大笔资金，毕竟土地面积不小，得花上3亿日元。经过一番思考，米卡社长去找达子，本以为是要购买化妆水的，没想到他说了让人大跌眼镜的话，他想让达子去参加美容大赛，谁知达子竟然出人意料，意外获得了选美冠军。小少爷和理查德意外看到了米卡社长，两人赶紧找地方藏起来。米卡社长对达子说，台下观众的微笑是这世界最珍贵的，他的目标就是让他们更美丽，保持笑容。米卡社长回忆小时候，母亲因事故毁容，父亲另觅新欢，自己经历了许多苦难，因此发誓要让所有女性都美丽起来。他真心想要达子的化妆水，让达子开个价，有意向就联系他。就在达子和米卡公司签约的时候，米卡社长的丑闻被揭露了，他因对下属进行辱骂、人身攻击并羞辱他人而被媒体曝光，不得不公开道歉，赔偿损失，辞去了社长一职。理查德找到了惠香，原来是他将录音卖给了杂志社，导致米卡社长不仅要道歉，还丢掉了工作，这才解了心头之恨。可以说这次达子他们的计划彻底失败，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第9集全球行骗大作战 JP 运动片登场。这一天，达子的老熟人小胡子来寻求帮助，他要复仇的目标是富二代桂宫彦。桂宫彦喜欢高价买下球队后再任意改革，导致球队陷入混乱，最终走向衰败，然后解散球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种卑劣行为。他摧毁了小胡子钟爱的好几支队伍。小胡子请求达子他们的帮忙，非要让桂宫彦受到他应得的报应不可。达子做了调查后得知，桂宫彦是个专横的人，依仗财力胡作非为，而且特别喜欢买下体育队伍，然后任性地进行改革。他让不少队伍支离破碎，依旧我行我素，没完没了地筹划下一个目标。因此，达子和小少爷伪装成乒乓球选手，建立了一支假乒乓球队，诱使桂宫彦投资，安排小胡子引桂宫彦来视察。达子和小少爷利用别人的俱乐部，随手换了几张照片，静静地等待对方上当。但桂宫彦中途有事脱身，决定不投资了。这时武士兰介入深入调查，发现桂宫彦其实更热爱篮球，梦想是拥有一支篮球队，但总是无法如愿以偿。因此我们的机会就在篮球上。于是达子马上转战篮球领域，物色了3个健壮的混混壮1、壮2、壮3，还有曾因赌博而被放逐的前篮球选手半圆墩。他热爱烤肉，还有个子高大的玛丽，充满活力，喜欢跳舞的阿布。迅速组织了一支海豹篮球队进行训练，用这支队伍吸引桂宫彦的投资。接着达子尾随桂宫彦，故意和他撞个满怀，把海豹篮球队的宣传海报撒了一地。桂宫彦见状产生了兴趣，果不其然被钓上钩，急忙联系达子和理查德讨论投资事宜。他豪气十足，承诺投资3年，每年支付2亿5千万日元，3年共计7亿5千万日元，轻松签下了首笔年度费用。众人见钱款到手，打算赶紧收手，但达子认为不可，坚持要继续进行计划。因为3年7亿5千万日元不是小数目，便带着这个临时凑成的海豹篮球队继续行动。球队开始正式比赛，结果不出所料，惨遭大败，输得一塌糊涂。但桂宫彦却异常兴奋，请全队吃大餐，宣布以后会亲自观战每场球赛。接下来的几场，海豹篮球队依然表现糟糕，尽管分数有所进步，但仍旧败下阵来。桂宫彦还是乐在其中，继续款待全队。回到更衣室，面对沮丧的队员们，达子却满意的说，桂宫彦就喜欢这样的队伍，因为他赚钱不靠球队，而是利用球队来逃税，亏本生意才是他的需要，就是要买那种会输球的病弱队伍。之前的乒乓球队太强了，反而不符合他的要求。然后达子告诉大家，就这样继续输球就能拿到7亿5千万日元。但队员们却被激励了，开始拼命比赛。尽管依然失败，但战斗的勇气越来越强，分数也在逐渐提升。
甚至开始出名了，上了新闻报纸，报道了他们鼓舞人心的故事。这样却惹恼了桂宫宴，他要求达子开除几个核心队员，否则就撤资。达子回到更衣室，告诉大家结束比赛，拿了钱就走。但队员们对他说，他们已经真心爱上了篮球，钱不是问题，但他们想用实力赢得比赛。下一场半场比赛，大家合力缩小分差，比分开始逼近。桂宫宴看在眼里，坐立不安，他来威胁达子，不听话就要他还钱。这时小胡子出现了，扔下了2亿5千万日元。他强调自己追求的是真正的体育精神。达子也开始揭开背后的秘密。桂宫宴自小对体育充满热爱，却因瘦弱身材频频失败，经常受到同学的欺凌，连心仪的女孩也被体育好的同学夺走，甚至他的前妻也因出轨运动员而遭到他的打击。他始终认为是体育阻挠了他的人生，因此对体育产生了深仇大恨。但体育本身无罪，达子带他重新感受赛场的激情与汗水，帮他重拾梦想。他心底其实仍旧热爱体育，希望他能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最终海豹队终于取得了胜利，并且战斗力越来越强，实力大增，最后在全国赛事中大放异彩。胜利后，桂宫宴在电视直播中真挚地感谢了达子和其他一直努力的人，但后期却联系不上的达子等人。在行骗天下 JP 信用欺诈师篇第10集，改邪归正的小少爷开始做搬运工作，工作中遇到了卷波。卷波跟他分享了自己曾经幸福的家庭，但不幸被骗，对方成功骗过了自己的信任，把自己所有的钱财都被骗走了，结果家破人亡。第二天，小少爷带着满腔怒火和卷波找到了达子的家，原来就是达子和理查德伪装成婚姻登记所的工作人员，骗取了卷波的所有积蓄。突然间，卷波疯狂地大笑起来，在屋内跳来跳去，随后坐下，吹响了口哨。门外的手下应声闯入，立刻打开屋门冲了进来，将几个人绑了起来，逼问骗子的下落。这时，一名手下不慎将枪摔落地上，枪走火击中了自己的腿。卷波对这名手下大打出手，随后把他丢进厕所解决掉。卷波随即捡起了地上的枪，因为他父亲孙秀波被骗去了15亿日元，悲愤致死。为了报仇，他追踪线索来到日本，历经艰辛打拼至今，不仅成了黑社会的大佬，还涉足了毒品交易。根据手头的线索，确定是达子他们假扮小狗，诱骗了自己父亲的财产，要求他们如想保命，就必须交代小狗的真身。之后，他带着理查德到另一个房间审问，拿出理查德前妻和女儿的照片胁迫。理查德无奈承认自己就是小狗。卷波又把小少爷带到屋里逼问，拿出小少爷母亲的照片进行威胁，质疑小少爷的人性，指责他不敢面对母亲，甚至连他的生日都忘记了。小少爷在压力下也承认自己是小狗。接着卷波把达子带到房间内，告诉他其他2人都已承认是他。达子在无路可走之下承认了身份，并告诉卷波，他父亲不会想看到他变成这样，只希望他能过上好生活，他应当回家好好照顾家人。没想到这话触动了卷波，最后他释放了达子，解开了3人手上的绑带，给了他们手机和银行卡号，如果他们还清15亿日元，那么就放过他们。众人赶紧拿到手机，对着银行卡号转账。卷波很快收到了他们的汇款，数额达到了15亿日元。达子他们立即求卷波饶命，保证不再出现在他面前。谁知卷波背信弃义，杀害了3人，随后迅速离开现场，与赶来的警察擦肩而过。车上，卷波回放录像，揭示出那把手枪实为拍戏用的道具，可以喷射红色液体。他半信半疑，抽出自己的枪来确认，心想自己不会中计吧。录像里忽然提到了达子、小少爷和理查德的名字，卷波觉得上当了，情急之下对同伙开枪。靠近一看，果然是道具枪。这时接到电话，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被转光了。卷波火速带人冲回达子的房间，结果迎面撞见了赶到的警察。他竟然以为都是假警察，下令手下开战，结果他们全被警察逮个正着。等待他们的是长期牢狱之灾。其实达子真的是冒充的小狗，他确实骗取了卷波父亲的15亿日元。得知卷波要来报仇，于是计划反害卷波，一伙入狱，让小少爷故意成为搬运工接近卷波。手枪也是内鬼偷偷替换的。在警察到来之前，他们已经伪装好逃离了现场，利用了卷波母亲的生日做密码，窃取了他银行账户里所有的钱。